前几集我们花了1000多美元，开始了后院荒坡的大改造，清理了山坡上的杂草，建了台阶路，移除掉了旧草坪上的杂草和多余的土，建好了草坪的包边。这一集呢，我们将在山坡上建一个新的菜床，朝着我们的田园梦继续迈进。想知道我们建菜床最后花了多少钱，一定要看到最后哦。最近我有10来天没更新了，是因为我生病了，一度还进了急诊室，其中还有很多drama的故事。现在我又满血复活了，后面我会有一集专门来讲这个故事。心理咨询师老牛呢，一到周末就逃脱不了变身硬核泥瓦工的命运。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看他的身手吧。嗨，朋友们好，今天我们的新菜床开工啦！这是在 Home Depot 买的材料，用来造后面那个菜床的。 Okay, so first I'm going to continue with this wall out to the edge there. First I have to move this sprinkler. It's right in the way. Oh yeah, exactly. Okay, so that waters all ice plants down there. Yeah. So I'm going to cut it here and then cut a piece out and then move it over and use this. Oh yeah. Okay. So I want it to be over here. So the wall will be here. Yeah, but what I need to do is I need to get some cloth and dry this off because that's the glue. It needs to be a little dry before I do it. So I'm going to let that run out and I'll put some more blocks here. Okay. 老牛开始垒这个石墙。We can end it here, or we could do another half, or even a whole one. So come over here and look down and see what you think. Okay. Definitely you cannot do 5. 4.5 maybe. Yeah, What do you say? That's what I was thinking to begin with. 1、2、3、4，放4个半砖。水管里的水流的差不多了，现在老牛用胶水把截断的水管再粘回去。This prepares the surface. Cleans it. Very messy. Okay, now the glue. Oh no, it's the wrong size. Ready? I bought the wrong size. Oh, it's too big. Too big. Then what? So, then we wait till tomorrow. I go back to the store. Okay. Okay. That's funny. 老师傅犯错误了。 Okay, so I bought a different one. 老牛跑到 Home First Depot。 one that I had. 哦，他又去买了一个新的回来，买了一个小一点的。Yeah, cut it berry. Let's go. That's it. 水管改好了。家里的方砖不够了，他到 Home Depot 去买的砖回来了。这个重体力活还得儿子来干，你看他一下就能搬这么多，你一次搬多少块？10块是吧？老牛我看就搬了5块，还得年轻人来干。这是那还没对。 Yeah, I'm working on this one. Next step is to do this other side. Yeah. And when I get that done, now I'll put in the final retaining wall. This gravel makes it a lot easier Yeah. to level everything out. It's harder than dirt. 之前剩的那石子堆在那，正好可以派上用场。这里高度不够，这里垒点石块。
not going to wash away like dirt. It's right actually. Whoa. 看我这个大菜场能看见一点模样了。靠山坡的这边要用梅花桩和防腐木来做一道挡土墙。量一下需要多少木头？把几块梅花桩摞在一起，中间插入一根4英尺长的钢筋，加以固定。All right, should I let it be too high or too low? I think I'll let it be right there. Yeah. OK. 一共用了9块梅花桩、6块防腐木，建成一堵挡土墙。老牛已经把菜床的框架建好了。老牛还有一个技术细节要处理一下，就是做好菜床的排水。在这个菜床底部，靠这个山坡这一侧，要铺一些石子，这样呢，在下雨的时候就好排水一些。碎石子之间的空隙比较大，雨水就可以从碎石处畅快地流到山坡下去，这样对菜床侧面的实木框架的压力就会大大的减少，这样菜床被冲垮的危险就大大的降低了。That's enough? Yeah, remember, you only really want like a pipe with holes in it. Oh. The end, because it goes this way. That's the filter. The water will go through the dirt and through the cloth and outside of the hill. If I put that cloth there, the dirt will stay in and the water will go through. Okay, good. 为了避免上面的泥土掉进碎石子的空隙造成堵塞，老牛又在碎石子上面铺了一层防草布，用来兜住上面的泥土。这样一处理，菜床的排洪能力就大大的提高。我们旧草坪挖出来的原土没地放，所以有一部分堆在了菜床里。接下来我们要在菜床底部铺上纸板来防草，因为传统的油墨是有一定毒性的，所以纸板最好要选用不印字或者印字比较少的，尤其是不要有彩色油墨的纸箱。黑色的油墨相对更安全，它的主要成分是炭黑，物理性质稳定，通常不含有有害的重金属，毒性相对较低。而彩色油墨为了呈现鲜艳的色彩，必须依赖重金属化合物或者复杂的合成有机染料，毒性更大。刚开始我们没有找到合适的纸箱，所以用了一些印有彩色字的纸箱，我有点不放心，又专门找了一些印字很少的纸板，替换了一下。纸板换完了，基本上没有什么油墨了，这样感觉就安心多了。这个纸板是我刚才替换下来的，看这上面的字印的太多了，而且还是彩色的，毒性比较大的，所以一定要换了。铺好纸板之后呢，再铺一层这种铁丝网，因为这个网眼比较大，所以呢，我们又在上面铺了一层稍微密一点的网，这样的那个地鼠它就不会从地下钻上来吃这个菜的根，这样起到一个保护作用。纸板和铁丝网铺好之后，用 U 型钉固定好，这样菜床底部防草、防地鼠的保护层就做好了。今天我们到这个园艺店来买一些土，因为我们的菜床已经建好了，而且做那个草地也需要一些土。这是我们这里最大一个园艺店了，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石头、石料、土、石子儿，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卖的。老牛看中这个石头了，用来做我们那个烟囱的外墙。This one I like. You like brown? Yeah. 我很喜欢看他们这个喷泉，好漂亮。今天任务很简单，就是到他们这个店里边来买一些土，买那个一半的是表土，一半肥土合在一起的，他们给送。这$78。周一的时候他们会送货。我们星期六买的土，他们今天送过来了。每次老牛啊买砖啊买土啊，他总是买多了，我就说这次你不要买多了啊，少买一点。买了2个亚的。现在菜床的框架已经全部做好了，就剩最后一步了，就是堆土。
儿子把正面挡土墙上面的2层砖搬掉，这样呢方便小推车进出。在堆土之前呢，还有一道工序，就是要把这个塑料布在这个周围围一圈，目的就是把这个土啊，种菜的土和这个石头还有这个防腐木隔离开。因为这个石头防腐木在处理过程中，也许里边会含有重金属。有很多人心里有这个担忧，就是怕这个石头还有这个防腐木会渗出重金属。但实际上我之前也看过一个研究，就是说这个石头和防腐木经过处理之后，其实它是不会渗出多少重金属的有害物质的，即使有的话，一般也不会被植物吸收，其实影响不大。但是呢，以防万一啊，为了100%的放心，我还是用一层塑料布把它们隔离起来，这样就更加安全了。终于来到了最后一步，就是堆肥土。一般来说，种菜需要至少30公分的肥土。我这个菜床的深度在30到40公分之间，属于比较合适的深度。最后一车了。好的，起活。好了。这个土稍微有点多，我准备在山坡这个位置再种一些香草，正好可以移一些土到那边去，然后在菜床里再加一些更肥一点的土。嗨，朋友们，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菜床就做好了，下面就可以种菜了。最后我和老牛计算了一下，做这个菜床用的砖头、木头、铁丝网还有土大概花了500美元，这个成本还是不低的，但是为了吃到有机的蔬菜还是值得的。想看我和儿子顶着烈日铺设草坪，想知道铺草坪有哪些容易踩的坑，怎样铺才能提高成活率，请点赞订阅我的频道。下一集我们将硬核挑战自己动手 DIY 铺草坪。